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快乐频道。今天分享我的防晒第2集。根据大家推荐的国货防晒，我买了一些。好，近期在淘宝上入的，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我肤质的国货防晒，我试了这2个，包括看它们成分之后，我觉得我就应该止步了。我以后可能不会再买太多的国货防晒，除非它的防晒剂有升级。使用感可能 OK， 但是它的防晒剂确实不如欧洲还有一些韩国的防晒。那比如我当时做功课看的，大家推荐肤感很好的羽西防晒霜，那它防 UVA 的成分太少了，只有一种 Lumino A+， 防 UVA 的波段覆盖也不是很全面。我一看测评，确实有很多人有被晒黑的情况，所以那个即使肤感好，我也不会买。然后我筛选出来2个还 OK 的成分，还有使用感都不错的，一个是很多人推荐的珀莱雅盾护防晒，还有一个花西子的小脸伞羽绒防晒。盾护防晒超多人喜欢，安耐晒的平替，妥妥的平替，成分使用感都挺像的，但是比安耐晒更不油，肤感比安耐晒的好。它是雾化结合的防晒，氧化锌、Damascene、2甲硅油都在前面。防晒剂有9种，就这一点来说，它的防晒黑能力确实很强。如果你是户外运动啊，或者像军训这种没有办法找太多遮挡的时候，用它是很合适的。有硅皮酸盐、氧化锌，还有很多的新型防晒剂，2氧化钛、Tinosorb M。那安耐晒正好我手头也有。相比安耐晒来说，盾护防晒它的肤感确实是好很多，因为它的酒精排的比较靠前，然后上脸有一种已经定过散粉的错觉，不用去定妆，脸也不泛油光。大油皮、混油皮会很爱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它肤感好的原因。成膜很快，上脸整个是干爽的状态，但它没有任何护肤的成分，只有最基本的维生素 E 还有尿囊素，但是这2个成分都是在香料的后面。但它上脸没有感觉特别香哈，这个也不用太担心。它这种涂改液质地呢，流动性很强，轻盈的质地非常的丝滑水润，那种丝滑的触感啊，涂在皮肤上超舒服。但它和安耐晒的成分就太像了啊，像酒精、Damascene 还有香料什么的都有的，包括硅皮酸盐，对敏感肌也有刺激，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用啊，就是你觉得用下来没问题，那你就继续用。我用这几天是没有刺激脸部的情况，但我发现我有一点点的爆痘，用它就到晚上卸妆的时候会有白头在鼻子上，也有可能是我现在在的地方有点热，太热了，出油情况一多，它自然白头就出来了，可能跟这个防晒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花西子的小脸伞羽绒修护精华防晒液，这一款也是超多人推荐的，我是看成分果断入手。相比盾护来说，我是更喜欢它，非常的水润，它没有酒精，上脸依旧很丝滑，很舒服，像那种精华乳的质地。但因为它没有酒精嘛，那种涂改液质地的，如果你不上散粉的话，脸是会有点油光的。你就早上老老实实的铺个散粉就可以了。它比盾护稍微贵一点，但我觉得钱花的值，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好多种的帮你抗氧化的成分，像伊克多因、酵母菌提取、红莓药醇、甘草酸钾、基肽、维生素 E， 就这些超复合的抗氧化物啊，在白天真的可以帮你抵抗自由基，减少皮肤的暗沉，跟它的防晒剂一起去帮你抗氧化修复皮肤。它确实有养肤的成分在里面的，它和盾护一样，全部都是防水、防汗、防摩擦。它成膜是 OK 的，你就之后上散粉就可以了，跟底妆融合度很好，后续直接上粉饼的底妆粉底，完全不会卡粉。我用它好像没有太闷痘哎，虽然它开始是泛油光的状态，但是它成膜剂应该是比盾护少的，所以没有说脸会那种不透气的感觉。而且它的包装真的绝子，你看有多扁了吗？扁扁一支，很好携带。杭州西湖畔的 feel， 花西子就是主打这个包装的，真的很美。忘说它的防晒组成成分了，它是7种防晒剂 ，UVA、UVB 都有概括，氧化锌、2氧化钛，还有几种新型化学防晒剂，防护是比较全面的，用它也是绝对不会晒黑的。
这2个国货防晒，大家最推荐的这2个，我是更喜欢花西子。虽然我是混油皮啊，按说是会喜欢这珀莱雅多一点嘛，但是珀莱雅它的成分确实没有花西子做得好。如果长期使用防晒霜呢，我肯定是选对皮肤好的嘛，对吧？不能造成负担的，不能闷闭口的。国货防晒大家推荐的我都看了成分列表，这2个是最值得尝试的了。其他要不然就是 UVA 防护的不够，要不然就是肤感太油腻，或者有闷痘啊那些情况，就这2个算是国货防晒的佼佼者了。继续推荐我很爱的日韩防晒，韩国又一封神之作，防晒霜的新突破了。我看了成分，真的，哇哦，怎么可以做成这样？它就是新出的 Run Lab 山茶花胶原蛋白防晒霜，这个包装我就很爱，非常的小清新，超级可爱的粉色。唯一一个在防晒霜里面啊，我至今找到加了 A 醇、加了 HA、加了果酸，还可以这么不干、这么丝滑，有那种蜗牛霜、胶原蛋白霜质地的那种触感的防晒霜，完全是护肤精粹级别的防晒了。但它的油润感是比原版 Run Lab 白花树防晒要高一些的，但因为它这种滋润的感觉就像面霜一样，也不太会油腻，我用上完全没有闷痘、闷白头的情况。保湿力很好，特别适合不喜欢防晒霜到下午拔干的人群。干皮天菜防晒，你早上没时间护肤，没时间用一些抗氧化成分，你就擦它就搞定了。你看它的成分哦，烟酰胺、玻尿酸、腺苷、低浓度的 lactic acid 乳酸、低浓度 HPR 是新一代的视黄醇，可以帮助你缩小毛孔，改善肤质，然后还不会太刺激，减少容易出现的视黄醇对光的敏感。因为它还添加了这个胶原蛋白，大分子胶原蛋白，帮你深度的保湿，封闭住你之前上的一些护肤精华，用上它以后皮肤就很嘭，比如纹啊都帮你视觉上变淡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它那个触感，乳液的触感真的绝了。近期遇到最特别的防晒就颁给它。然后是在 B 站小伙伴给我推荐的 Innisfree 的绿茶籽精粹防晒霜。其实 Innisfree 它在美版有出过，我很爱那一款，每一次丝芙兰的打折推荐都是推荐那个化学防晒，非常轻薄无感的。但那个是美版的原始的化学防晒剂嘛，那韩国这个版本呢，它是新型化学防晒剂，防 UVA 的能力是足够的啊。这5款新型防晒剂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防 UVA 的，防晒黑的能力并不弱，但是它的肤感简直就像没有擦一样，轻薄到像水一样，最无感的防晒霜。和我很喜欢的 Romance Zero 有一拼。Romance Zero 这个好像在海外不太好买了现在，然后这一款是新的 Innisfree 嘛，可能更好买一些。它属于零存在感的清爽型防晒，涂开像水一样化开，然后保湿力也很够的。它里面有有机绿茶、氨基酸矿物质去补水，而且你完全可以相信韩国的出品，无香料、无酒精、无刺激成分，敏感肌可以安心使用的。里面是添加烟酰胺的，正好可以帮助你缩毛孔，减少可能白天因为出油啊可能会出现白头的问题，帮你预防痘痘。肤感好到爆炸，清爽型的，就我最爱的那一种。但它防 UV 的能力并不弱哦，不要觉得说清爽的就一定没有什么效果，除非你去户外运动、去玩水、去爬山，我是不建议你用它。去爬山玩水就用安耐晒或者就盾护防晒吧，它还蛮适合那种出汗的时候用的。日常来说，其实我们没有必要用太 heavy 的，用太那种闷的那种防晒啊，就轻薄水润的通勤就够了。涂身体的防晒再推荐一个，之前也说过的 Skin Aqua 日本曼秀雷敦的金瓶防晒霜。像我之前一直都用妮维雅的这款，它是新改版的这个Super Water Gel， 就更加的防水一些了。但这一款它是有香料的 ，Skin Aqua 这个是没有香料的。这款是小猴子在小红书上一直推荐的啊，它也是用来涂身体，确实是很好用，轻薄无感，也是涂上就化开之后，皮肤不会觉得黏腻，不会说黏你的衣服啊，
或者一出汗就流白汤什么的，它是也有防水防汗的能力的，只不过不可能说像安耐晒那么强，但你日常使用不去暴晒是绝对 OK 的。这种水润舒适的精华乳质地，非常的轻薄，太适合涂我们四肢、我们手臂了。我胳膊上真的不能粘，我一粘我就不舒服，我就会去抓去挠去啊。然后它也是含有一些保湿的成分，像透明质酸、洋松提取，不含矿物油、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，并且它的防晒剂是 UVA、UVB 都可以的有贵必酸盐、Tinsorbate S、Uvinol A+， 防晒黑的能力也够。那注意，日本防晒霜是都有贵必酸盐的，这你没有办法避免。只是说在科学文献中，在小白鼠的实验里面，发现它对雌激素有影响。那这也是基于你涂的量的关系，不是说啊你涂一点胳膊你就对激素有影响了，那不会这样的，你得24小时涂，使劲的涂。那我们没有正常人会那么使用防晒霜的，对吗？而且在人体实验中，目前也没有确切的数据，所以我们平常人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以上几个防晒就是我近期在淘宝买的，比较适合我的肤质的，值得去使用和你们推荐的。每一次我在挑选的时候，第一轮很多防晒霜就 pass 掉了。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成分不适合我，我自己是不会当小白鼠的。如果你们对某些产品或者防晒呢不太确定它的成分好不好，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 Instagram 私信我，我会帮你分析一下适不适合你的肤质。或者有其他防晒你们想让我尝试的，想让我测评的，也可以私信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、关注我频道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